现在李辉特使还在乌克兰，泽连斯基尚且还有要价的机会。当特使离开之后，泽连斯基还拿什么当西方加码军援的筹码呢？各位好，欢迎来到康讯说。前一天，我方特使李辉正式的会见了泽连斯基。那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李辉特使出访之前，中国两位外交领域的重要官员秦刚和王毅都在海外。王毅主任的是刚刚结束了与沙利文的会晤，而秦刚也结束了他的欧洲之行。如此紧密的外事访问，一定有着特别的用意。从外交通稿来看，4个应该、4个共同、3点思考。这3大点是贯穿始终的。那这样的表态，一方面是表明了中国劝和促谈的努力，而另外一方面也向国际社会表明，各国都应该要有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危机的决心。之前泽连斯基面对媒体表态，我们需要的是公正的和平。此次李辉特使在会见乌外长的时候呢，乌方也特别强调了不会以土地换和平。那这样的说法似乎是让谈判一点回旋的空间都没有。但其实呢，这大家心里都清楚，只要美国没有介入，中国是可以站出来促和的。那么乌方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表态呢？那说的直白一点，这段时间其实是泽连斯基最后要价的机会。一旦春季反攻正式开启，那结果是什么样？那谁都无法保证。那么还不如先不打，先和各国讲好价，再来动手。从泽连斯基前段时间的欧洲之行来看，也确实是这样。那各国都给了乌克兰一些新的军援，特别是英国和德国援助的力度很大，防空系统、主战坦克、攻击型无人机等等，可谓是琳琅满目。那虽然看起来收获满满，但是欧洲国家也确实是受够了泽连斯基了。在他走后不久，法国媒体就将本次的访问之旅比喻成马戏团巡演，这在西方媒体那是少见的。在公开场合嘲讽泽连斯基，那在以前支持乌克兰就是西方阵营最大的政治正确。那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虽然这次得到了新的军援，但是有没有下次已经是一个未知数了。从现在的战场局势来看，瓦格纳和乌军还有一搭没一搭的打着，但是大规模的冲突迟迟不见踪影。对此，泽连斯基表示有3大原因：武器、兵源，还有西方的承诺没有实现。好了，现在你泽连斯基转了一大圈回来，这新军援也到手了，那准备好了吗？很显然是不可能的。一方面，这些武器还没有到位；那另外一方面是乌克兰现在确实是拿不出来男人去打仗了。那打了这么久，乌克兰进行了11轮征兵，现在还拿什么打呢？这样的冲突还如何继续呢？这西方提供的武器越厉害，俄军的反攻也就越强硬，乌克兰损失也就越多。这样的死循环呢，那泽连斯基不可能不清楚。他也明白中方的调停是最好的选择，俄乌双方都有台阶下，所以在外交通稿上，他也是对中方的斡旋表示了高度肯定。不然，拒绝以土地换和平的话，也不会让库列巴来说了，因为他自己也觉得这样的话不太适合他说出口。再怎么样，那还是要给中国点面子嘛。那退一万步讲，当乌克兰最后打输了，这时候再让中国来和谈，那就是泽连斯基最后的底牌了。所以，我方特使呢来的是恰到好处啊。这泽连斯基也是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，让中方把这些要价带到法国、德国、俄罗斯，甚至是联合国去，也让中方知道乌克兰危机的急迫性和复杂性，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和俄罗斯沟通。那正如之前泽连斯基所说的，现在其他国家都不可能和俄罗斯谈了，现在李辉特使就是泽连斯基最后的机会，也只有通过中方，泽连斯基就还能有要价的渠道。当然，这话又说回来，李辉特使的此次行程其实主要也就是收集一下各国的诉求。中方也清楚俄乌冲突不可能一蹴而就，那现在也并不具备完全停战的时机。等到什么春季攻势、夏季攻势之类的有眉目了，那这个时候俄乌冲突的谈判就可以提上议程了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儿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